10种可以吃土的惊人方法，看似开玩笑，实则能救命。第1种土竟能烤来吃，能吸附毒素的神仙土，能补充盐分的盐碱土，以及能直接提供能量的淀粉土，正通过一个个流传于原始部落和古老文明的生存智慧，悄悄向我们证明，当食物链彻底断裂时，大地本身就是你最后的餐桌。本期世界探索站为你独家揭秘10种可以吃土的惊人方法，来一场地理食疗的探索之旅。第10名，造心土。它就是农村土造堂正中心那块常年被柴草火焰反复烧灼烧结成的红褐色土块。古人发现，这种土块不仅因为高温烧结形成了类似活金炭的疏松多孔结构，同时柴草灰烬中的钾、钙、磷等矿物质也融合了进去，进一步增强了它的物理吸附能力。在古代，当洪水过后，水源浑浊不堪时，智慧的古人就会将造心土碾碎投入水中，它能像磁铁一样吸附水中的悬浮杂质，让一桶浑水重新变得澄清。第9名，洞穴里的硝土，是一种在特定洞穴的墙壁或地面上可以找到的味道咸中带苦的土壤，其主要成分是硝酸钾。在生存场景下，它有2个神奇的作用。第一，它是盐的完美替代品，能提供咸味和关键的钾元素。第二，它是天然肉类防腐剂。现代食品工业里用来做火腿、腊肉的亚硝酸盐，其前身就是它。用它来腌制肉类，能让肉呈现出诱人的粉红色，并强力抑制肉毒杆菌的生长。第8名，温泉边的硫磺土。在火山和温泉地区可以找到的带有刺鼻气味的黄色土壤，它富含硫磺。在缺少香皂和消毒剂的古代，人们发现这种富含硫磺的泥土具有惊人的洁净能力。将它与水和油脂混合调成糊状，涂抹在器具或身上，就成了那个时代的万能清洁膏，被认为可以抑制真菌和寄生虫的滋生。第7名，木炭粉。将木材在隔绝空气的条件下不完全燃烧得到的木炭碾碎成粉，它多孔的结构赋予了它超强的物理吸附能力。在你不小心吃了有毒的野果，或者喝了不干净的水，服用少量木炭粉，它能像一块海绵，将肠道内的毒素和有害菌吸附不住，并包裹着它们排出体外。第6名，草木灰。它是植物燃烧后的矿物质残留，堪称一种天然的复合矿物盐，富含钾、钙等元素。在户外活动中，少量干净的草木灰可作为盐的应急替代品。更重要的是，草木灰的强碱性在食物处理上大有妙用。古代玛雅人就利用它来处理玉米。玉米蛋白天然缺少赖氨酸等关键的氨基酸砖块，而减法烹制的过程能优化玉米的蛋白质结构，提高这些关键氨基酸的生物利用率，让这份植物蛋白变得更完整、更有用。此外，由于其强碱性和吸湿性，它也是一种天然的干燥剂和防腐剂。第5名，贝壳粉。严格来说，是土的近亲矿物质粉末。在末日，当你长期无法获取奶制品和豆制品，钙的缺乏将是一个巨大的问题。而你吃完的贝壳，如蛤蜊壳或者鸡蛋壳，就是最唾手可得的钙片。将它们洗净、烘干、碾磨成极其细密的粉末，然后在烹饪酸性食物如番茄汤时加入1小勺。食物的酸能帮助这些碳酸钙转化成更容易被吸收的醋酸钙或柠檬酸钙。第4名，富含铁质的红土。在非洲和南美的一些原始部落中，存在一种被称为石土痞的古老现象，尤其是一种被称为红色神土的东西。他们认为这种土能帮助身体强壮。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这种行为并非毫无缘由。他们食用的红土正是一种富含氧化铁的土壤。在当地饮食结构单一、极度缺乏关键矿物质的环境下，这种行为被科学家视为一种刻在基因里的对铁元素的本能渴求。第3名，黄土或红土包裹食物。在野外，当你没有锅具时，如何烹饪一只鸟或一个土豆？学老祖宗的叫花鸡或窑烤地瓜。用干净的、没有异味的黄土或红土，加水合成泥巴，厚厚地包裹住你的食物，然后直接扔进火堆里。这层泥巴外壳就成了一个天然的烤箱，它能让食物在内部均匀受热，锁住水分，避免被炭火直接烤焦。第2名，盐碱地的盐土。当你身处内陆干旱地区，严重缺水，大量出汗，身体急需补充盐分来维持电解质平衡时，那些地表析出了一层白色霜状结晶的盐碱地，就是你的救命盐矿。你可以刮取最上层的盐土，将其溶解在水中，经过多次沉淀，
过滤去除泥沙后，得到的就是可以补充盐分的盐水，这是维持你生命体征的最后希望。第一名，观音土。这个东西在中国古代的饥荒史中被反复提及，它是灾民们在吃光了树皮草根后最后的希望。它并非某一种特定的土，而是对一类高纯度的白色的粉末状的粘土的泛称，其主要成分是高岭土。古人发现，直接吃生土风险巨大，但将其高温火烤后，不仅能杀灭病菌，更能让湿滑的泥土变成一种酥松如炒面般的粉末，勉强可以下咽。但它几乎不被消化，会在胃里遇水膨胀，迅速给你一种我吃饱了的物理假象。对于一个被饥饿逼疯的人，这就是唯一的心理安慰剂。然而，这种饱腹感是致命的，因为它没有任何营养，更无法被排出体外。长期食用，大量的粘土会堆积在你的肠道里，形成坚硬的土块，让人在一种饱胀的痛苦中极其悲惨地死去。如果你觉得本期内容让你对生存和自然的关系有了全新的认识，请不要吝啬你的点赞，并分享给所有你关心的亲人和朋友。感谢您的观看，下期也会给您带来更精彩的内容。